第11章一夜日记。灰雾之上，穹顶高耸的宫殿内，愚者克莱恩看了眼提前拉入的太阳和预先巨现的世界，掐着点蔓延灵性，触碰向代表正义倒吊人魔术师、月亮和隐者的深红星辰。一道道光芒随之腾起，相对模糊的身影们出现在了青铜长桌两侧。刚从灵场返回城堡的正义奥黛丽已换上裙装，袖口蕾丝层叠，压着一颗颗圆润的珍珠。他轻巧而熟练地站了起来，虚提裙摆，行了一礼。下午好，愚者先生。克莱恩心情好转了不少，含笑点头，回应了对方。与此同时，他忍不住暗叹了一声，一个新晋的富豪都这么费钱，正义小姐这种贵族，平时得有多大的开销啊？等成员们互相致意后，他悠然望向了隐者，知道这位海盗将军多半又会提供新的罗塞尔日记。不出他预料，隐者加德利亚主动开口道：愚者先生，我这次只搜集到了一页罗塞尔日记，只有一页。神秘女王不是应该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一本吗？这几天饱受考验的克莱恩不见一丝异常，轻轻颔首道：这不是问题。加德利亚当即具现出一页黄褐色的日记，看着他以灵界穿梭的姿态落到了愚者先生的手里，克莱恩故作随意的低头望去，略感愕然的发现这页日记的最开始没有相应的日期，也就是说，它是相连日记的第二页。贝尔纳代为什么不把第一页也拿过来？他应该能进行初步分辨的，毕竟老尼尔都可以做到。难道他没有？或者日记完全被打乱弄混了，他难以还原正确的顺序？这是否说明罗塞尔大帝陨落后，他的物品被各方势力抢夺，有所散逸，而彼时的贝尔纳代尚无能力抗衡，等成为了神秘女王，才开始着手做相应的事情。克莱恩边猜测边快速阅读其纸张上的内容，真是出乎我意料啊！门先生透露的第4纪历史越来越有意思了。这个被困在风暴之中，迷失于黑暗深处的倒霉家伙告诉我，黑皇帝死过一次，又复活了过来。这和那个古老隐秘组织内部提到的某些事情惊人的吻合。在那个聚会上，他们说黑皇帝的9座秘密陵寝如果没被全部摧毁，这位行走于人间的神灵哪怕真的消亡，也能从其中一座陵寝内苏醒重生。而即使9座陵寝全部被摧毁，只要黑皇帝建立的秩序还有一定的残留，他也能诡异的复活归来。唯有新的黑皇帝诞生，才能让他彻彻底底的泯灭，再也不会出现。根据门先生的讲述，黑皇帝复活的过程有3个阶段：一是唯一性脱离拥有者，概念化抽象化；二是黑皇帝的臣民们再次听到这位神灵威严的声音；三是融合了唯一性的黑皇帝在新界重现。3份序列一非凡特性自动回归他们的皇帝手中，这是其他真神都无法扭转、无法阻止的秩序。这样一来，同为这条途径序列1失去亲王的血皇帝和夜皇就相当尴尬了，很可能瞬间跌落位格，倒退至序列2。门先生说，当时风暴之主、黑夜女神他们选择了夜皇，帮助他转到了相近的非凡道路，也就是审判者途径。图夺特伦索斯特联合帝国由此分裂，而被逼到绝境的血皇帝亚历斯塔图铎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那就是转到不相近的非凡途径，用失去理智变成疯子为代价，强行晋升为真神。不得不说，这个决定充满了不理性的色彩，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可门先生告诉我，亚历斯塔图铎最终成功了，最疯狂的真神诞生了。这真的不可思议，但门先生没有讲述具体的细节，有所保留。我问他，疯狂和死亡哪个更难以接受？他说当然是死亡，因为只要活着，哪怕已彻底疯狂也不是没办法恢复。他笑着举例道，一个疯狂的真神可以凭借本能与各种生灵交配，诞生各种后代。这个过程里，如果足够幸运，冲突的非凡特性全部被排了出来，那疯狂会随着漫长时间的流逝一点点得到好转。门先生故意没有说这会残留什么问题，没解释为什么几乎没谁做类似的选择，但我听得出来，这肯定有极大的隐患。不得不说，门先生对真神的事情有着超乎我想象的了解，在他被放逐前，他很可能已经在尝试冲击序列0，难怪他对查拉图充满不屑，对各位真神毫无敬意。我更不想将他放回现实世界了，信息量好大，不愧是贝尔纳代特意挑选过的一页日记。等等，他为什么会选这一页？这对他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从这一天开始，罗塞尔大帝慢慢出了问题，最终疯狂。
难道不会吧？罗塞尔当时的处境与血皇帝亚历斯塔图多很像啊，原本的途径已经断绝，相邻的途径又有人货物堵着，不是那么容易攀登。难道他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了和血皇帝一样的不理性决定，试图转到非相邻途径？这样一来，他晚年的疯狂就是真的失去了理智，而非被人泼脏水。难怪贝尔纳代背弃他，憎恶他，又试图寻找真相。从这个角度看，有的事情就很有趣了。罗塞尔强行登基称帝，罗塞尔颁布民法典，用地球18和19世纪的秩序来取代原有的规则。罗塞尔大肆传播自己的语录，宣扬自己的审美。呵呵，我真是小看这位老乡兼前辈了。我一直以为他是在 cosplay 拿破仑和凯撒，自娱自乐，原来是在为黑皇帝做准备啊。不，他当时的日记我也看过几页，思维清晰，情绪正常，甚至还能和某某贵族夫人、某某贵族小姐深度沟通。他那个时候未必已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在有意识的留一条后路。民法典大概率不是罗塞尔有意去做的，身为篡位者，颁布新的律法是必然的选择。而可供参考的对象里，民法典是相对最符合社会情况和历史进程的。之后的称帝行为，应该就是贝尔纳代觉得无法理解，有点难以接受的。作为罗塞尔最宠爱的孩子，他在父亲称帝前或许就注意到了一定的异常，于是挑选了大帝那段时期写的最长的一则日记给新之上将。克莱恩不由自主地联想开来，似乎看见藏于迷雾深处的沉重历史在自己面前翻开了充满血液和铁锈味道的一页，这让他愈发好奇罗塞尔最终疯狂的导火索。与此同时，他也解开了之前的一些疑惑。原来黑皇帝归来是以这种方式复活，和我之前的猜测很相近。第4季的历史里，竟然还藏着一个图夺特伦索斯特联合帝国，受到风暴之主、黑夜女神等6神的支持。威廉姆斯街地底遗迹内那2张并排的王座似乎可以解释了，这属于联合帝国。根据门先生的说法，6神选择了夜皇，导致联合帝国分裂。那么，谁帮助血皇帝抓到或击杀3位猎人途径序列1的？其中，红天使梅迪奇大概率比当时的血皇帝强大啊！原初魔女、死神、原始月亮、宇宙暗面、欲望母数。克莱恩用列举法猜测着，但毫无头绪。他迅速让日记消失，微笑对隐者道：“你有什么请求？”加德利亚没有掩饰，坦然问道：“这篇日记的主角，除了罗塞尔大帝，还有哪位？”他这个问题顿时让正义奥黛丽侧头望向了愚者先生，眼眸晶亮，充满好奇，就连耳朵都似乎支起来了。倒吊人阿尔杰他们对此也很感兴趣，能被罗塞尔大帝写在日记里，肯定不是一般人。克莱恩隐约猜到了他们的想法，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2句，也就是这篇日记是贝尔纳代精心挑选出来的，换做其他，我就得告诉你们，另外的主角是魔女。魔女、猎人、某某贵族夫人、某某贵族小姐。思考了2秒钟，悠然靠着椅背的克莱恩含笑回答道：“门先生，能被愚者先生这么称呼的存在，至少接近神灵了吧？”正义奥黛丽从语气和用词揣测起了门先生的身份，得到了一定的答案。隐者加德利亚等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但谁也不清楚门先生究竟是谁。彼此打量间，收获的都是摇头。见魔术师福尔斯与其他成员有着一样的反应，克莱恩故意望向这位女士，轻笑道：“你对她应该不会陌生啊。”魔术师福尔斯一脸茫然，他完全不觉得自己会认识所谓的门先生，对方的档次似乎非常高。第12章迈出，我对门先生不陌生，除了愚者先生，我也就对七神不陌生了，而且只进过蒸汽与机械之神的教堂。魔术师福尔斯一边迷惑，一边飞快回想着自己能接触到的高层次高位格存在，因为数量寥寥无几，他很快就排除掉了其他可能。突然，他眼睛一亮，联想到了某件事情，联想到了初次与愚者先生对话时的某些内容。他望着被灰雾笼罩的青铜长桌最上手，嗓音略显颤抖的说道：“是制造满月一语的那位吗？”克莱恩低笑颔首道：“对，满月一语，这是什么？”正义奥黛丽等人听得你看我，我看你，就像刚进入神秘学世界的普通人一样，他们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所谓的满月一语。果然，魔术师小姐很不简单，竟然了解门先生，清楚相关的事情，
我最初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他需要的非凡材料层次较低，但这有太多的可能。隐者加德利亚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打算自由交流的时候再详细请教门先生的问题，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能让罗塞尔大帝在日记里郑重提及，让愚者先生口吻相对正式的存在，必然牵扯许多秘密，绝不简单。此时，魔术师福尔斯无声吐了口气，感觉自己离解决掉诅咒又近了一步。至少，我已经知道满月时的一语是谁发出的。他放低目光，真诚地对愚者先生道：“感谢您的提醒。”克莱恩没有多说，也未指出门先生疑似亚伯拉罕家族的先祖伯特利。环视一圈，语气轻松地说道：“你们开始吧。”说完，他立刻操纵世界，嘶哑着开口道：“我有2件神奇物品，想要出售2件神奇物品。世界先生最近每次聚会都能拿出很有价值的事物啊，不愧是愚者先生的眷者。”正义奥黛丽又感慨又赞叹的将目光投向了青铜长桌最下手，略显期待的等着世界展示物品，介绍能力。倒吊人阿尔杰一阵心动，知道世界出售的神奇物品肯定不会差，但想到自己已经没有积累，就连那个原始岛屿的秘密都交易给了对方，又无声暗叹，莫名沮丧。还有5个小时抵达帕苏岛的他，恨不得立刻飞过去，完成数值，然后离开那里，找到奥布尼斯海怪，晋升为海洋歌者。到了这一步，他就可以和世界一起探索那座原始岛屿，得到相应的收获，缓解自身的财政危机了。而太阳戴里克、月亮埃姆林和魔术师福尔斯虽然对神奇物品都有一定的好奇，但缺乏必要的购买欲望。他们一个是因为到了序列6就能向6人议事团申请，从白银城积攒的神奇物品里挑选1件，一个是想着狩猎竞赛会获得奖励，暂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盲目购买外面的物品容易出现重复和浪费，而且身上的2-3千磅现金还得预备着支付线索费，一个则是纯粹的没钱。隐者加德利亚颇感兴趣地看着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思考着对方的神奇物品可能来自哪里。如果合适，且与身上的那2件神奇物品不冲突，他有意愿买下。见预想中的2位大主顾或多或少都有点异动，世界低沉笑道：“一件是幸运天平，这是我自己命的名。”他边说边向愚者先生申请，具现出了那条垂着古代钱币般坠子的银质项链。介绍完神奇效果和负面影响，他看了正义奥黛丽一眼，特别提醒道：“虽然它能让人躲掉致命的攻击，但后续的爆发性反噬同样危险，必须有足够的战斗力，足够敏锐的反应，才有机会撑过去。”想了想自己目前更偏辅助，更偏控制和影响，且没什么实战经验，正义奥黛丽略感失落地点了下头，表示世界先生说的很对。世界先生对我对塔罗会成员还是很不错嘛，竟然愿意做这样的提醒，这会妨碍他卖物品的。奥黛丽在心里调整了一下对世界的认知，隐者则越听越觉得熟悉，那幸运天平的效果，他似乎曾经大概在哪里见识过。一幅幅画面飞快回闪，最终定格在了几幕场景上。加德利亚眸光微缩，略感愕然的开口道：“塞尼奥尔，这应该就是血之上将塞尼奥尔那根项链，外观很像，效果基本一致。格尔曼斯帕罗从哪里得到的？他又做了什么？未来号这几天都没有靠岸，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要消息？”隐者加德利亚直觉的怀疑起世界又弄出大事了。克莱恩想了想，操纵世界低沉笑道：“他已经死了，他不排斥让正义小姐他们初步知晓格尔曼斯帕罗等于世界，反正已经有2位清楚，而这个身份也不准备再经常使用，只偶尔出现。一位强力且经常出手的成员，会让其他人对塔罗会更有归属感。他已经死了，格尔曼斯帕罗干掉了塞尼奥尔，我上次和他战斗时也只是有些优势而已。”隐者加德利亚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清楚世界的实力了。虽然血之上将的赏金高于他，但主要是因为做的坏事多，单论本身加神奇物品的实力，加德利亚要稍强一点。他和塞尼奥尔也不是没有爆发过冲突，好几次都占据了上风，只是无法重创对方。至于格尔曼斯帕罗，在未来号相遇时，他认为对方是不如自己的，甚至未必能赢状态完好的疾病中将特雷茜。等到这位疯狂冒险家完成晋升，狩猎了屠杀者吉尔西艾斯，他才判断对方有真正海盗将军级实力，和自己在一个层面。可是这才1周过去，格尔曼斯帕罗又完成了一次狩猎，干掉了海盗将军里排名前3的血之上将塞尼奥尔。这件事情
隐者加德利亚自问是办不到的。死了，血之上将塞尼奥尔死了，格尔曼斯帕罗干的，他这是一周一个序列5吗？而且还一个比一个强，就算是愚者先生的卷者，这样的实力也太过夸张了吧？尤其他还没到半神，会不会是别的卷者配合完成的？教会应该有相应的卷宗，但我目前的地位没资格调阅。倒吊人阿尔杰暗自震惊，不由自主地思考起合理的解释。正义奥黛丽还在东切斯特郡的家族城堡里，日常只能看到几份全国性报纸和杂志，并不清楚海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仅是从隐者女士的语气和话语判断，世界先生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塞尼奥尔，倒吊人先生好像提过，这是血之上将的名字。世界先生除掉了这个海盗将军，拿到了他的物品，真是厉害呀！这简直就是我的梦想。以前听说7大海盗将军的时候，我就幻想过自己成为强大的非凡者，出海冒险，将他们全部捉拿，交给王国。我们塔罗会的实力已经这么强了啊！我得调查一下杀掉血之上将的是谁，这样就能弄清楚世界先生的现实身份了。这样他会不会不高兴？不，他主动提出，应该就是愿意被知道。正义奥黛丽欣喜地想着，时常需要看各种报纸搜集素材的魔术师福尔斯则瞬间回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些新闻。血之上将塞尼奥尔疑似被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击杀。难道世界先生就是那位身价赏金5万镑的疯狂冒险家？福尔斯肃然起敬，真正的开始相信对方有能力帮自己干掉那位极光会神使、疑似旅行家的路易斯维恩。月亮埃姆林的感受和正义奥黛丽差不多，因为他很少看各种小报，每天活动的区域也不包含什么消息聚集地。太阳戴里克则一点也不惊讶，他早就确信世界先生非常厉害，哪怕倒吊人曾经说过血之上将塞尼奥尔很强，没直观印象的他也认为肯定不如世界先生。隐者加德利亚沉默了好几秒道，你打算卖多少钱，或者换什么物品？如果价格合适，我可以考虑。很好，终于有人感兴趣了。背负着沉重财政压力的克莱恩操纵世界道，12000金镑，他害怕隐者加德利亚被这个报价吓退，忙又补了一句，你可以选择用一部分金币代替，这样总体只用11000镑。克莱恩相信抢劫过各国运金船的新之上将应该有必要的黄金储备，即使不多，也还可以从别的海盗那里换取，这能让他筹集够给信使小姐的第一笔欠款。至于打捞海底沉船这种事情，因为有风暴教会存在，克莱恩相信容易找的。目前能找到的，应该早就被暴躁老哥们完成了。海王不比海神弱，而风暴教会内部，海王这个层次的3-5位是肯定有的。加德利亚默算了一阵道，价值4000镑的金币，加6500镑现金，如果你同意，我们就成交。这些钱对他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筹集的，不过他的背后还有摩斯苦修会，能用1万镑左右的价格拿到幸运天平，任何隐秘组织内部都不会有人拒绝。不愧是一位海盗将军，可惜我得躲着玫瑰学派，不能去血之上将的船上搜刮。克莱恩让世界认真的考虑了下道，成交第13章之时等于金钱。总算达成交易的这一刻，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觉得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虽然信使小姐说那1万梅鲁恩金币可以分期偿还，且没规定什么时候开始，但克莱恩还是不想拖得太久，害怕惹怒雷尼特提尼克尔，这可是半神级的灵界生物，只要真的生气，哪怕有契约归属，他也有的是办法为难雇主。而且扮演富翁的开销真是太大了，20来个仆人的薪水和相应费用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接下来的马车、马匹、酒水、送邻居的礼物、舞会的支出、掩饰身份的投资，一样比一样要命，不多储备点现金，我真怕什么时候就破产难以继续了。6500镑加身上原本的钱，够撑到确定目标了吧？不，这2天的经历告诉我，永远不要拿自己的见识去想象富翁的生活，应该还得有个5-6千镑才能勉强维持。克莱恩很想抬手揉一下太阳穴，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这个冲动。他收拾心情，让世界再次环视一圈，嘶哑笑道，第2件物品是生物毒素瓶。他用相对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具现出来的那个棕色半透明玻璃小瓶，重点讲了几种毒素的特点、生效的时间、提前预防的办法和随身携带的负面影响。
正义奥黛丽听得又是脊椎骨发冷，又略感不好意思。前者是因为那种能让人抓下自身皮肤和血肉的可怕毒素，后者是由于那大范围的奇怪催情效果。这真是一件疯狂的神奇物品啊！它是必须提前准备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类型。对普通的观众来说，相当切合，因为观察和读心能帮助这条途径的低序列非凡者提前察觉危险，做出应对。可是我不用这样，如果提前察觉了危险，可以直接呼喊保护者，而且效果不是我喜欢的，还容易危害到自己。奥黛丽，你已经是成熟理智的非凡者，不能看到什么都想买。奥黛丽认真思考了几秒，放弃了询问价格的想法。见正义小姐没有开口，克莱恩忍不住让世界补了一句：5200镑。正义奥黛丽牙齿轻咬了下嘴唇内侧，礼貌的摇头道：我希望获得的是更有攻击性的神奇物品。观众也是一条前期缺乏正面攻击力，只善于影响和控制目标的途径。5200镑。倒吊人阿尔杰魔术师福尔斯月亮埃姆林同时小声的重复着价格，再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想法。5200镑。隐者加德利亚不知想起了什么，明显停顿了一下，然后快速补充道：对我来说没有必要。隐者女士似乎在害怕什么。正义奥黛丽敏锐读出了对方的情绪。刚才那个瞬间，加德利亚先是觉得生物毒素瓶与毒素专家弗兰克里很契合，而且能力不算太重叠，有互补的地方，想着要不要帮自家大副买下来。反正他也攒了不少钱，旋即就考虑到弗兰克里获得生物毒素瓶后不知会做出什么可怕的实验，莫名打了个寒战，放弃了最开始的想法。他并不希望看见未来号的甲板上长出船员们的孩子，还是哞哞叫的那种。等聚会后，就给沙伦小姐写信，告诉她血脂上降的项链卖出去了，只剩生物毒素瓶了。克莱恩掩饰住内心的失望，想了想，又让世界开口道：我有一本秘密之书，是南大陆巫王卡拉曼留下的神秘学书籍，适合有不错基础的中序列非凡者，价格1000镑，知识就等于金钱。经过愚者先生、倒吊人先生和心理炼金会其他成员长久教导的正义奥黛丽一下心动了。他现在已经拥有非常扎实的神秘学基础知识，正渴望着进阶的内容。之后心理炼金会应该也会教导我一部分高层次的神秘学知识，但肯定不会很全面，局限在心灵领域。奥黛丽简单的说服了自己，微微点头道：这正是我想要的。魔术师福尔斯同样很感兴趣，可想了想身上的金钱，又默默闭上了嘴巴。至于其他成员，并不缺乏类似的知识。不愧是正义小姐，完全没还价。我的底线其实只有800镑。不，根本没有底线。知识这种东西又不是只能卖一次。克莱恩心情愉悦的让世界低笑道：成交。不过我必须提醒一句，绝对不要向原始月亮祈祷，这会让你变成与不同物种疯狂交配并生下各种孩子的蠕动肉块。当然也不能向其他的隐秘存在祈祷，这同样非常危险。正义奥黛丽听得一阵害怕，忍不住改变了下坐姿。他旋即平静，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坚定说道：举行秘密仪式时，我只向愚者先生祈祷他说的真心诚意，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正义小姐对愚者真的很崇拜，很相信啊。克莱恩莫名感动之余，又有点惭愧，因为海神权杖的领域和原始月亮不太重叠，有些仪式他无法完成最有效的响应，只能尝试着调动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的少许力量回馈。接着，身为愚者的他表示了一下态度，很好。与此同时，初步达成目的的他让世界随口说道：我这里还有一份审讯者非凡特性，只要1200镑。他究竟有多少物品啊？魔术师福尔斯都惊呆了。考虑到修的钱还差不少，且缺乏相应的配方，他只能收回目光，装作没有听见。至于愚者先生下属那里的审讯者非凡特性，他并不认为对方会替自己保留这么久。见无人回应，世界咳了一声道：我没有交易了。他话音刚落，一直等待的倒吊人阿尔杰就望向隐者加德利亚道：我想知道哪里有不属于风暴教会的奥布尼斯海怪存在。不属于风暴教会的奥布尼斯海怪？倒吊人真的不是风暴教会的成员？隐者加德利亚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舒展开来。我帮你打听一下，有确切的线索后再谈价格。好。阿尔杰无声吐了口气，场面随之静默了几秒。月亮埃姆林见状，对魔术师福尔斯道：那100镑线索费用，
我今天就会给你。谢谢。魔术师福尔斯情绪不是很高的说道。刚才世界先生的交易都是千磅、万磅，让他有点麻木了。月亮埃姆林旋即转头看向太阳戴里克，你要的长者之术、根茎结晶和辅助材料都有了。你把白银城周围有哪些怪物、哪些资源的清单给我，我挑几件价值相当的物品。他们一共花了我2000磅，再加上我的报酬200磅，总计2200磅。埃姆林此时只想换到一些能很快脱手的事物，否则他身上就没什么钱了。好的，谢谢你，月亮先生。太阳戴里克心中一喜，突然觉得月亮先生好像也不是那么令人讨厌。他迅速具现出相应的清单，递给了月亮埃姆林。埃姆林随意的翻看起那些纸张，看着看着，忽的感觉不对，因为仅是这份资料本身就有很高的价值，能体现出白银城周围区域的详细情况和相应资源。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是没支付报酬就看了这份清单的。月亮埃姆林忍不住瞄了倒吊人阿尔杰和隐者加德利亚各一眼，这个瞬间他似乎明白了点什么。在看太阳时，埃姆林既有了新的优越感，又带着无法消除的心虚，清了清喉咙道：这个，还有这个。太阳戴里克认真记了下来，表示自己无需回到白银城，在下午镇周围就能凑够这些物品。接下来，正义奥黛丽又询问了迷幻风铃树果实的线索，得到了让他失望的答案。交易到此结束，无需愚者克莱恩宣布，他们主动进入了自由交流环节。倒吊人阿尔杰侧头对小太阳道：你还在下午镇？是的，但即将返回白银城了。新的探索小队今天已经抵达。太阳戴里克不仅认真回答了倒吊人先生的问题，还主动提到，我已经告诉首席，我在清除下午镇怪物的过程里得到了公证人魔药配方。倒吊人轻轻颔首道：他是什么态度？他只说了很好。太阳戴里克用心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倒吊人阿尔杰闻言低笑了一声道：你可以初步放心了，你们首席很乐意看见你这样成长。相比较而言，他对那位牧羊人长老会更加提防。他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对所有成员抛出了一个消息：最近有不少海盗去过班西港，发现那里已经被彻底摧毁，即使重建也得好几年。第14章同样的夜晚。听完倒吊人的讲述，克莱恩不可避免的又联想起了红天使梅迪奇，联想起了地底遗迹内那个恶灵。不过他没有分享这次探索的发现，一是暂时没有必要，二是涉及沙伦小姐。至于其他成员，上次已经知晓班西港被毁灭的消息，倒吊人又未透露新的情报，自然没有回应的想法。见所有人都未开口，阿尔杰扫了世界一眼，收回目光，平静说道：该你们了。隐者加德利亚当即侧头望向魔术师福尔斯，于是对于门先生，你还有什么了解？我可以支付相应的报酬。本来不想透露自己问题的福尔斯听到后面半句话，忽的犹豫，一阵动摇。报酬？不知道隐者女士能给我多少钱？我对门先生了解的也不够多啊，而且部分是源于愚者先生的话语。魔术师福尔斯再次看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可以讲吗？因为每次满月时都会见到对方，克莱恩知道魔术师小姐经济状况不是太好，遂微笑点头道：可以。福尔斯无声松了口气，转而对隐者加德利亚道：500磅，你可以申请单独交流。加德利亚没有还价，想了想道：不用，你直接说吧。他希望别的成员听到魔术师小姐的讲述后，想起更多的门先生相关。福尔斯点了下头，斟酌着语言道：我曾经得到过一件神奇物品，它能帮助人进行灵界穿梭，可使用之后，每当满月或血月的时候，就会听见奇怪的呓语，这会带来近乎失控的痛苦。而据愚者先生讲，这呓语来自门先生。他顿了一秒，补充道：他有可能是在求助。原来福尔斯在默默承受着这样的痛苦啊，他平时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总是一副很享受生活的样子。正义奥黛丽一边下意识同情起朋友，一边检讨自己没有效利用观众的能力，发现福尔斯的不妥。灵界穿梭的神奇物品，满月时的呓语，疑似在求救。隐者加德利亚在心里复述起魔术师小姐话语里的重点，满意颔首道：感谢你的描述。他的目光随之扫过其他成员，遗憾的发现无人有额外反应。自由交流继续进行，没什么波澜的来到了尾声。目送各位成员离开，并帮助他们完成了几笔交易的实质操作部分后，克莱恩返回现实世界，
略感放松的坐到安乐椅上，休息了一阵。接着，他走到书桌前，拿出纸笔，给沙伦写信，告诉对方幸运项链已经卖出，只剩下生物毒素瓶。另外还有疯子的非凡特性，折好信纸，写上希尔斯顿区加尔德街126号，马瑞亚太太等信息后，克莱恩再次打开铁质卷烟盒，让血之上将塞尼奥尔无声无息浮现在旁边。这位怨魂就像贴身男仆一样，谦卑的拿起桌上的信，消失在了房间内。几个街区外的一个油桶处，一封信凭空产生，落入了里面。东切斯特郡霍尔家族的城堡内，奥黛丽闭眸没有焦距的看着镜子，脑海内回荡的都是秘密之书的内容。这些知识交错着组成了一本虚幻的书册，一经回想就能呈现，并根据意念翻阅到相应的页数。这是克莱恩能直接调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少许力量后，将赐予的信息与占卜家梦境回想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能维持1到2周的时间，而这足以让奥黛丽读完秘密之书之后，若有记不清楚的地方，还能继续请求赐予。愚者先生的状态似乎越来越好了，奥黛丽欣喜地想着，眼眸逐渐恢复了光彩。她站了起来，走向门口，对无聊趴坐在外面的金毛大狗笑道：“苏茜，你这个样子可不够。”淑女苏茜警惕的左右看了一眼，抽了抽鼻子，然后才开口说道：“这是猎犬训练时最标准的动作，可你并不是合格的猎犬。”奥黛丽腹诽了一句，笑着说道：“我还以为你会这么回答我，奥黛丽，我只是一条狗。”苏茜认真回应道。过于重复的话语容易被别人把握到自身的习惯和心理活动。奥黛丽，那本心理学的书上是这么说的。奥黛丽一时竟找不到语言应对，就在这时，她看见自家父亲霍尔伯爵带着一名贴身男仆、一名侍从，沿着城堡的楼梯走了上来。而哪怕外面正阳光明媚，这里依旧昏沉暗淡，甚至有烛台已被点燃，它们镶嵌在墙上，照亮着台阶。这座城堡真是太古老了，我认为它必须有一次大的翻修了。霍尔伯爵随意的对女儿抱怨了一句。奥黛丽矜持点头道：“是的，亲爱的伯爵，这正是我不喜欢这里的原因，它让我感觉自己在慢慢腐烂，但其实我每年都会花费13000镑修葺这里。”霍尔伯爵笑着感叹道。奥黛丽瞄了苏茜一眼，对着自家父亲露出笑容道：“爸爸，你有什么事情找我？”霍尔伯爵指了指是从手里的纸张道：“一封来自贝克兰德的电报，有人在出售脚踏车公司10%的股份。宝贝，有没有兴趣？我认为这个行业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而他现在远没有达到最低的预期。”脚踏车。奥黛丽对这个名词颇为陌生，眼眸微转，表情迷惑。霍尔伯爵微笑看着女儿道：“一种2轮的工人骑行的机械，你可以这么理解，一般人的马车。在鲁恩，在贝克兰德，人数最多的不是贵族，也不是商人，而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人。其次则是他们之中较有技术、较有地位的类型，这就是脚踏车瞄准的人群。他们有着绝对的多数和一定的购买能力，哪怕只有10%愿意购买脚踏车，也能让这家公司获得非常不错的发展。他们有掌握相应的专利。奥黛丽相信父亲的眼光，也听得懂霍尔伯爵描述的前景，轻轻点头。那10%股份大概价值多少？根据初步调查，贝克兰德脚踏车公司目前仅价值5万镑。这是因为商品的推广和销售的爆发还需要时间来酝酿，所以不能简单的认为10%的股份只值5000镑。我的建议是首轮报价8000镑，心理底价是15000镑。我会派人帮你负责这件事情。霍尔伯爵简介说道。1万镑左右，我这个月的现金都用的差不多了。奥黛丽略显不好意思的说道。爸爸，我一下拿不出这笔钱，而变卖股票、地产、矿藏或等待他们的收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霍尔伯爵哈哈笑道。不需要这么麻烦，你将贝克兰德军火集团或者普利兹商用船舶公司的股份短期质押给银行，就能拿到足够的现金，等到事情结束，再把脚踏车公司的股份长期质押给银行，用贷款归还前面的贷款。这样一来，你只需要付出1到2周的较高利息就能完成交易，而脚踏车公司每年的分红足以支付长期贷款的利息，让你可以耐心的等待升值。而这是大概率的事情。奥黛丽虽然没接受过完整的商业金融教育，但有一个身为大银行家的父亲，对类似的事情并不算陌生，略一思索就明白了整个流程，确认般反问道：“也就是说，
我只需要付出200-300磅就能拿到脚踏车公司10%的股份，或许更少一点。霍尔伯爵含笑说道。奥黛丽明白父亲的意思，作为巴伐特银行的最大股东，贝克兰德银行的第4大股东，他有足够的能力让女儿拿到利息合理的短期借款。谢谢你，亲爱的伯爵。奥黛丽噙着笑容，提起裙摆，行了一礼。夜晚的月光下，海水深蓝尽黑，阿尔杰威尔逊立在船头，看着帕苏岛静静匍匐的轮廓。这是风暴教会的总部，真神眷顾之地。作为教会的中层，阿尔杰记得自己只来过3次，一次是找到幽兰复仇者号，晋升为航海家后，一次是去年的述职，还有一次则是很久以前，作为一名有着深蓝头发的混血儿，被挑选入总部，成为儿童唱诗班的一员，但毫无唱歌天赋的他，很快就被打发离开，重回出生岛屿的小教堂内做仆役，而那里的牧师是个对下属非常粗暴的人。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他的表情都会变得颇为沉凝，渴望着登上高位。风声之中，幽兰复仇者号安静前行，驶向了港口。同样已进入黑夜的贝克兰德，穿着笔挺正装、戴着丝绸礼帽的埃姆林·怀特潜伏到了另一位血族男爵鲁斯巴托里的宅邸外面。他相信对方很快就会展开行动，收回鱼饵，而对一名血族来说，这样一个有着红月的夜晚非常适合狩猎。过了不知多久，埃姆林眼睛突然一亮，看见一道身影从房屋朝后的窗户跃了下来，无声落地。第15章手杀。绯红大暗淡的月光下，埃姆林掏出一个金属小瓶，拧开盖子，咕噜喝了一口，然后他似乎变成了阴影，浮动于墙上地面，飞快而无声地跟随着鲁斯巴托里。血族一向以速度著称，两位男爵一前一后，奔跑于阴暗的巷子里和无光的街道边缘，用了大半个小时就抵达混乱肮脏的东区，停在一栋陈旧的公寓前。眼见鲁斯巴托里选择攀爬管道，用动静最小的方式前往3楼，埃姆林放缓脚步，没急切着追在对方后面，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发现。认真考虑了2秒，他拿出一个半透明的类香水瓶，拧开盖子，往下按压，将里面的液体喷洒在了身上。这种魔药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消除本身的气味，与周围一致。放好手中的瓶子，埃姆林又拿出一个黄铜色的金属小瓶，将里面的液体咕噜一声喝得干干净净。魔药教授真麻烦，他嘀咕了一句，低头看见自己的双手一寸一寸变得透明。黄铜色的金属小瓶似乎漂浮在了袖口前方。等埃姆林塞回这个小瓶时，原地只剩下一套正装、一顶礼帽和一双无扣无绑带皮鞋，它们组成人形，在那里动来动去。另一个全透明的类香水瓶飞了出来，浮在半空，自行按压，滋滋有声的将那里的魔药喷到了那身衣物上。正装、礼帽和皮鞋的轮廓一点点变淡，最终消失不见。完成了隐身的埃姆林瞄了眼鲁斯巴托里进入的房间，无形无声的攀爬管道，以极致的速度追了上去。趁着窗户半开，他像是一朵透明的云，没有产生半点动静的飘入了房间，躲到角落，看着脸庞瘦长但很有味道的鲁斯巴托里寻找目标。后者的眉头逐渐皱起，因为这里空空荡荡，不要说人，就连最近1周开始活跃的蚊子都没有。而这位血族男爵可以确切的肯定，月亮木偶就在这里。突然，吱呀的声音响起，打破了凝固般的安静。房间的大门随之退后，一位穿着黑色长裙的女子慢悠悠走了进来，看着鲁斯巴托里，语气飘忽的说道：“你们在找谁？”埃姆林循声望去，只见来者肤色偏深，眉毛细长，轮廓线条柔和，嘴角下垂厉害，正是目标温莎。不过，在埃姆林的眼中，这位原始月亮的虔诚信徒与画像上的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变。现在的他眼睛弯起，眉毛弯起，嘴巴弯起，像是在模仿当前的绯红之月。而他的额头、他的脸颊、他的脖子、他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长着晒干般的枯草和花朵，一丛一丛，一朵一朵。鲁斯巴托里究竟卖了什么东西给他？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埃姆林吓了一跳，觉得脖子后方的汗毛一根根立了起来。与此同时，地面、墙壁、门口和天花板上一丛又一丛枯草长了出来，夹杂着干萎的花朵。他们将这个房间与外界彻底隔离，营造出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场景。鲁斯巴托里闻到了危险的味道，没有试图对话，毫不犹豫拿出一个金属小瓶。
咕噜喝掉了里面的液体。啪！他丢下那个瓶子，身体拖出残影的扑向了一边的温莎，双手指甲伸长，体外黑气缭绕。镶嵌满枯草和干花的温莎就像一个大型布娃娃，以同样快的速度迎了上去，完全不在乎自己受伤的一爪抓向了鲁斯巴托里。砰砰砰！一连串碰撞后，鲁斯巴托里倒飞了出去，撞在了墙上。他的衣袖已被扯断，皮肤上是可以看见白骨的抓痕，而血肉之间，晒干的枯草和花朵正缓慢的往外生长。真是怪物啊！埃姆林初次遇上这种敌人，一直缩在角落里，差点忘记帮忙。他没鲁莽的现身，脑海内各种想法飞快的闪过，边观察鲁斯巴托里与温莎的战斗，边考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这样的局面。最怪异的是那些枯草和花朵，他们应该很怕火。埃姆林心中一动，当即放弃隐身，拿出另一个金属小瓶，拧开盖子，咕噜喝入。噗的一声，他喷出了嘴里所有的液体。那些灰红色的水珠一遇到空气，立刻爆燃，往旁边延伸出炽热的火焰。火焰叠火焰，火焰连火焰，瞬间就让房间变成了赤红的海洋。噼里啪啦的声音里，晒干般的枯草和花朵相继被点燃，并以极快的速度感染着同伴。仅仅2-3秒钟，这密封的环境就接近被破坏，而温莎身上的枯草和干花也开始燃烧。这个时候，鲁斯巴托里的胸前已被挖了一个大洞，失去了大部分战斗力，正依靠血族的超强恢复能力艰难维持。看着火炬般的敌人，埃姆林敏锐察觉到了对方气息的衰落，毫不犹豫就扑了过去，绕着温莎连做抓击。他的脚底一道道黑气升起，缠绕向那位原始月亮的信徒，就像有了生命力的枷锁。砰砰砰，砰砰砰，激烈而短促的响声里，2道身影忽然贴近，一切动静随之消失。埃姆林左掌抓住了温莎的喉咙，将她提了起来。犹豫了1秒，看到对方狰狞的样子，他咔嚓一声拧断了敌人的脖子。啪！一个细长的镶嵌满枯草与干花的小型木偶从温莎身上掉落于地，房间内的火焰逐渐平息。埃姆林扯下温莎变异的脑袋，转过身体，望向正剧烈喘息的鲁斯巴托里，用空着的右手按在胸前，含笑行了一礼，感谢你的帮忙。看到鲁斯巴托里一下变得愤怒，又无力抢夺，埃姆林心情非常不错的补了2句，记得把那个木偶和吸出的非凡特性交给尼拜斯大人，他们很有问题。说完，他背后黑气凝聚，长出了2只虚幻的蝙蝠翅膀。哗啦一下，翅膀扇动，埃姆林转身飞出了窗户，落向附近的阴暗巷子。踩稳地面后，他收起凝聚的黑气，回头看了一眼，见鲁斯巴托里没有跟来，埃姆林松了口气，握拳抵住嘴巴，边咳嗽边咕哝道：我讨厌火焰，讨厌烟气。他正要远离东区，背后忽生凉意，埃姆林精神一下紧绷，提着温莎变异的脑袋，缓慢转身，望向了角落的阴影处。他首先看见那里站了一个很小的黑影，接着看清楚了对方的样子，身体细长如同木桩，眼睛嘴巴弯成月亮，表面镶嵌着不少枯草和干花，正是之前房间内的月亮木偶。他缠上我了，这究竟是什么物品？这里距离尼拜斯大人的住所还有很远，外面真危险。一个个想法在埃姆林脑海内浮现，让他脊椎发凉，肌肉紧绷。念头闪烁间，他忽生灵感，盯着那个月亮木偶，用古赫密斯语低声开口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谁大半夜的不睡觉啊？克莱恩翻身坐起，略显愤怒的揉了下额角。他快速离开床铺，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坐到了属于愚者的位置。埃姆林怀特这个家伙，克莱恩瞄了一眼，疑惑的蔓延灵性，触碰向代表月亮的深红星辰。他旋即看见了姿态僵硬的埃姆林，看见对方正注视着一个细长怪异的木偶。那木偶的身上披着浓郁但虚幻的绯红月光，它们如同潮水般轻轻起伏，与高空中的某样事物产生着联系。此时，这绯红的月光正无声蔓延，笼罩向埃姆林怀特。有问题，这个木偶问题不小。借助灰雾看见更多的克莱恩毫不犹豫让海神权杖离开杂物堆，飞入了自己的手中。白骨短杖顶端的青蓝色宝石随之一颗接一颗亮起，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诵念完愚者先生的尊名。
请求了援助后，艾姆林只觉本就低温的血液越来越凉，渐渐有凝结成霜的感觉，这让他身体迅速僵硬，眼睁睁看着那个月亮木偶一摇一摆的走了过来。就在这时，巷子内的半空银白乱窜，驱散了所有的阴沉和晦暗。啪！那些闪电搅成一团，落在了月亮木偶的身上，将它淹没于银白之中。光芒一闪而逝，那奇异的木偶全身焦黑，失去装饰的倒了下去，而埃姆林体内的血液不再冻结，恢复了流动。很快摆脱僵硬的他，知道愚者先生还在注视着这里，忙低声问道：“您需要？不，我可以向您奉献什么？”他一直相信愚者先生遵循着等价交换的规则，所以认为请求了援助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短暂的静默后，他看见了无边无际的灰雾和隐隐约约的身影，听到了居高临下的威严声音。那个木偶，好的，埃姆林上前2步，弯腰拾起了那个木偶，接着处理现场，飞快离开东区。而克莱恩在小心谨慎的用纸人天使干扰了占卜后，才回到现实世界。当他准备继续睡觉时，却愕然发现外面月光大亮，如染鲜血。克莱恩疑惑的走到窗边，看向外面，只见弯弯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圆，赤红似血。又一次血月。阿尔杰威尔逊抬头望了眼天空，平稳走进了前方的雷霆教堂，这是他明天述职的地方。而在岛屿中央，高耸山峰的顶端，还有一座教堂，叫做风暴之渊，它是风暴教会总部里的总部，圣殿中的圣殿。